于酒驾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就你的副驾驶也会罚，借车给你的也会罚。日本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国家，真的是跟他们讲都讲不通。就是当你有看到这个 logo 的时候呢，你要完全停，车子完全停下来才可以。确定没有了啊，再往前走。那右转道呢，是真的就是右转道哦，你不可以走这里右转道，然后要直走，不行的哦，不行的哦。然后我们原本是说12点要来还车，然后之后就是迟到30分钟，罚款600块，就是很贵啊，很贵啊，很不值得啦。我上 YouTube， 欢迎来到 Cookie 讲片们，这是我们冲绳的最后一个影片。最后一个影片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冲绳自驾游10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我当然不会和大家讲说什么要靠左行啊，然后方向灯在右边啊，不要跟雨刷弄混啊。我觉得这么白痴的东西，我应该是不太会讲啊。还有像什么交通号志啊，然后要行人线啊，然后不可以闯红灯啊。限速啊，我大家都知道我的频道不讲这种东西了嘛，大家都换了国际驾照了，大家都是 international 的 divers， 对啊，就是不 divers driver， 就是可以在对，好，我们第一个就是国际驾照。如果你要来日本自驾游，日本是一个非常严格遵守1949年的就是国际驾照的那个协议。我们这一期的第一个影片有做到嘛？就是国际驾照基本上现在有2个组织，然后1949年是维也纳嘛，我忘了是什么协议了啊。那从日本是绝对遵守1949年那个协议的啊。那如果你拿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过来，这是不能让你开车的啊。那台湾呢是加入1968年的那个协议嘛，维也纳协议吧，所以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你要来到就是日本自驾游，你要去你的监理所拿一个日本的译本，就驾照的译本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记得，如果你要来日本自驾游，你的国际驾照一定是要1949年那个版本。OK， 好，这是第一个。早上好啊，对，早上。这类型的停车场，其实在日本比较少见，大部分都是比较小一点点的。我相信现在这个社会啊，对于酒驾基本上都是零容忍，但是还是蛮多人会喝了一点点酒然后开车。我相信。但是呢，日本基本上对酒驾是零容忍，而且他们是连隔壁的，就你的副驾驶也会罚，借车给你的也会罚，但是租车公司我就不确定啦，租车公司好像没有。所以日本是零容忍，当然大家来日本可能很习惯，会想要去居酒屋啊，因为日本啤酒真的太好喝了，对不对？所以我这几天自驾游的时候，只要是会遇到晚上喝酒，我就是不会开车出去，这个是要非常严格遵守的。那第3个是我要想和大家分享的，来，收费站停车场的陷阱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如果你有来日本自驾游，收费站。停车场收费，基本上所有的停车场都会有这样子的标示。就第一个，他会告诉你几点到几点，或者如果没有写几点到几点，就全天都是60分钟多少钱。然后有一个最大料金，就是你这样子停下来最贵一天是多少钱？像我现在停的这家是7点到7点，早上7点到下午7点嘛。那如果是下午7点。到早上7点的话，就30分钟100块，就60分钟200块，然后最贵呢就是800块。所以如果一整天停下来24小时，就是1000块。像我在那霸，有些地方就是前面30分钟200块，还是前面1个小时200块，然后每隔1个小时再加100块之类的，就是有些地方是这样子，所以。停任何停车场之前呢，都要确认这件事情。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呢，我们现在带大家去不同的停车场看看。日本的停车收费呢，不一定都是现金啊。你看看这个税改也可以。OK， 是不是开了？
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不一样啦，那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就是最大料理金就是200块，然后30分钟200块啊，然后不同就是礼拜一、礼拜五呢是不一样的，最大料理金啊就是500块。如果你从下午5点到8点，所以停车场这件事情呢，就进去之前就要完全查好，就很确定啊，不然你会很可怕，啊。那第4个呢？就是租车的时候，基本上在日本都是满油还钱啊，都是满油还车。然后每一个租车行基本上都会有固定指定的那个加油站，大家看这里 bling， 然后在 LINE 的群里面呢，就会告诉你说，他们合作的或者指定的加油站是在哪里，他会给你一个 Google Map 的连接。如果你不去这一家，他就会要求你看你的收据，然后距离要在3到5公里内啊。日本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国家，真的是跟他们讲都讲不通。第10个我再和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延后还车会怎么样？真是一个超级麻烦讨厌的国家。但是日本妹子又很可爱哦。好，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第5个呢是。基本上我只有在日本看到的一个很特别的交通号志，就是前面这个叫做禁止停啊。你看路上呢也有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计程车可以停这里啦啊。然后这个就是当你有看到这个 logo 的时候呢，你要完全停，车子完全停下来才可以，确定没有了再往前走。不然有警察会抓你咯。你看前面这边也是还有一个，前面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下面这里都会有写这个字，OK， 那完全停下来，确认左右都没有车，你才可以往前走。这个真的很特别了，我在其他国家是没有什么看到的，旁边这里有一个停车场我们来看一下料理金是怎么样。这个料理金就比较简单一点点，就是60分钟200块，60分钟200块。所以大家进入停车场的时候，你要先确认这个价钱是多少咯，要确认价钱是多少。好，然后第6个呢，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大家要留意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讲错，他们都认为来日本租车就要租 ETC， 就你跟车行租车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租 ETC。我不知道日本其他地方但如果是冲绳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就直接用现金就可以了。ETC 是你走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过去那你要在里面充钱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冲绳你用到高速公路的几率很低啦，很低就偶尔去北部你可能需要，但大部分的时候都不太需要，而且高速公路蛮贵的。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之前去北部行星原叫水肺潜水的时候，我就是开了高速公路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它的收费呢是1500块日币。那你进到 ETC 之前呢，你就要走左边1班然后拿了一张卡就可以进入高速公路了，然后就一直开有没有限速大家都是大人知道怎么样子去开车那出站的时候呢，一样你就走最左边直接付现金出来。那如果不是付现金，就可能走 ETC 的道路咯。好，大家都是大人应该都知道怎么开车了。那第7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奇怪的交通号志你们可以看到最右边这里是右转然后是要这里过来的，然后最左边呢是左转。然后这个交通号志也是很特别的，我就是刚开始在日本开车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它红灯下面呢，如果有一颗这个东西呢，就代表说它是可以右转的灯那如果没有这一颗呢，你右转就可以随时可以右转，只要对面车没有的话。好，这个就这样子，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上面红绿灯下面没有的嘛，那你就可以把车子慢慢开到中间这里来 ，OK， 然后等对面没有车的时候，你再转过去 ，OK， 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复杂，对不对？我说一下，我这几年观察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日本啊，女性开车的比例蛮高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因为冲绳是旅游城市嘛，然后我常常看到呢，女生开车载男生，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哎，有没有在日本生活的朋友可以帮忙分享一下？就你如果是说是女生为了就是载小孩啊、上下班啊，有可能，但就是女生情侣出来玩的时候呢，然后还这样子是我比较少见的，像这种就是有时候我走错嘛，又开车的时候看不太懂或者不习惯。那右转道呢，是真的就是右转道哦，你不可以走这里右转道，然后要直走，不行的哦，你看前面还是有一点空位嘛，你要往前走，然后右转，就等一下它绿灯的时候，绿灯了，你要往前走，然后确定对面没有车 ，OK， 好，那如果有行人呢，你就要先让行人走，日本这个呢就不会像台湾，它还是边滑边手机边走。他们会走比较快一点点。我等一下到台湾呢就要自驾游了。其实我现在很害怕在台湾开车，特别台北啊，我在台北坐计程车我都觉得那司机真的开车很可怜。行人因为有霸王条款就真的是无法无天的，没有礼让精神，就是他就不会想要快一点。然后我们现在去那个车行指定的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呢是有人工的，所以它比较大圈是只收现金。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昨天去自动加油站，真的是乱七八糟，完全不会用。昨天 credit card 先插卡。OK， 然后色的没有嘞，goju goju ダメ。好了60はい3000。好，这张单呢很重要，等一下就是你要给车行看，就是在几点在哪里加满 OK。日本的加油站分两种，一种就像这种有人工的，一种就我昨天去的自助加油站。为什么自助加油站会比较麻烦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很多不收国际信用卡，所以你就要付现金。付现金是很麻烦的事情，就你要先付一笔钱进去，放钱进去，然后之后呢，你加油加多少之后呢，你再拿这个收据，然后去柜台给你退钱。日本就是一个很麻烦的国家，昨天我用的是加密货币的 U 卡，所以就不给我付钱。我要还车啦，我这租车的地方就叫哈巴，让大家来看一下，他们车行的车还蛮特别的，这是他们的停车场，我觉得他们的车都是蛮可爱的。你看，像这台就是我这次整个日本呢应该说整个冲绳只有他们有，总共4台，包括我，然后他们有很多 MX-5 然后2门的 Mini Cooper 这样子。他们都会有这种Alpha来从机场接大家这就是3个小女生。下次再来冲绳，我要租这个 Jeep， 那3个日本妹妹应该是租这台 Mini Cooper 啦。这3台车有没有很可爱？这样子很 Q 哦，真的。然后再把这台等一下开过去放在旁边的话，就4台。咚叮咚4种颜色，很可爱。哎呦，背光Action 5真的拍摄比较差一点，而且你看它雨刷的颜色，我现在才发现雨刷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红色就红色雨刷，黄色就黄色雨刷，然后绿色的话就绿色雨刷。10,600
is using card. Yes. Okay. Inside? Yes. Okay, 大丈夫です。 Thank you very much. はい、もちろん。touch. This can touch. すっごいです。 Thank you. すっごいね。Complete. 还了2998块。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好，现在第10个。好，我们现在在这个叫做哈巴租车行。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前几天来换车的时候，那时候我租的是 MX5 嘛，就这一台啊，就这一台。然后我们原本是说12点要来还车，我12点半才到。すみません。30分6はいま30分はいそうですOK はい是 no delay no delay 对30分钟呢，就是我租车好像是4000块4500忘了多少台币了然后之后就是迟到30分钟罚款600块就是很贵很不值得啦。大家来日本呢就是要注意这件事日本妹妹真的是很可爱情绪价值很高。以上10个呢，就是大家来冲绳租车自驾游很重要的一件的10个事情啊。我觉得这都是我呕心沥血包括被罚款。刚刚大家没有骗人对，我用 GoGoOut 呢是 Gemini 推荐的他们没有给我钱，罚款我自己给的。刚刚大家有看到了。Oh my god！ OK， 好，那。等一下，他们就会送我去机场，然后都有时候是，如果你要他送你到其他地方的话，可能要收费但是机场基本上都是免费接送。这个就是整个冲绳系列的最后一个影片啦。那祝大家来这里那个旅游愉快。我的ending好像要讲其他东西，我有点忘了，不过算了啦，反正日本妹妹的情绪价值是很高的。好，以上冲绳旅游10大开车，冲绳自驾旅游10大注意事项。我们下一个影片在台湾试驾特斯拉给大家看。老规矩，喜欢这个影片有就看到点赞、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非常分享。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